注意看，这个封土堆下面埋葬的不是普通人，而是统治清朝半世纪的慈禧太后。此时，军阀孙殿英正在假借演习之名，准备盗取慈禧的陵墓。那么，他盗取成功了吗？相传，慈禧死后，准备将她送入陵墓安葬的时候，突然电闪雷鸣，送葬队伍所到之处，臭气熏天。紧接着，棺内不断流出红色液体。但是，为何慈禧墓被盗之时却尸身不腐呢？双击点个超级赞，跟着阿金一起往下看。慈禧的一生可谓是经历丰富，不仅体验到了皇帝贵妃的荣耀，也尝尽了国破家亡的悲剧。1908年11月，掌管清政府实权的慈禧太后驾崩，但是慈禧死后并没有立即举办丧事。一是当时她的墓葬并没有修缮完毕，二是她不甘心在光绪皇帝去世前死去，这点阿金后面会详细讲解。再加上慈禧天生爱美，死后也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保存完整，为此李莲英可没少给慈禧想办法。当年孙殿英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慈禧陵墓前，将慈禧的陵墓用炸药给炸开了。当进入慈禧墓室内，将棺椁劈开后，棺内的景象令在场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只见已经下葬20年的慈禧安安静静地躺在金银珠宝上。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慈禧的面容还栩栩如生，但是眼前慈禧的尸身未腐。那么为何民间会说在慈禧下葬那天臭气熏天呢？我们都知道，慈禧是在光绪皇帝驾崩的第2天去世的。3岁的溥仪做了新皇帝，虽然母子俩是前后脚去世的，但是丧事可不能一起办。按照组织，先举办了光绪皇帝的葬礼和溥仪的登基，在宣统元年10月，也就是慈禧死了1年之后，终于准备下葬。众人都说慈禧是在停灵1年后才出殡下葬的，就断定是因为尸体腐烂发臭的。其实并非如此，当年慈禧太后的送葬队伍十分庞大，仅给慈禧抬棺的就有128人，不是慈禧的谱大，而是她这个棺椁重达数吨，单单给慈禧轮流抬棺的人就将近8000人，再加上一些王公大臣、随行人员等，从皇宫到墓葬所在的陵寝就有100多公里，1万多人浩浩荡荡用了5天才到达金东陵。他们吃喝拉撒全都在路上，即使累得满头大汗也不能洗澡。再加上队伍中有很多马匹，这些味道有多大可想而知。还有一种说法是，慈禧的贡品有很多都是新鲜的，祭品里除了一些生的之外，还有慈禧生前最喜爱的满汉全席，里面一共有108道菜。你想想，在路上花费了5天才到陵寝的位置，即使是在冬天，这些食物也早已腐坏，所以有难闻的气味，也很有可能是因为如此。其实关于慈禧下葬时臭气熏天，身体却没有腐烂的原因和一个人脱不了干系，这个人就是李莲英。慈禧死前曾命令李莲英购买大量的香料，在他死后将这些香料放在棺椁里，不料因为仓库里的优质香料不够用，于是就用了一些劣质香料放到了棺椁里面。要知道这个时候慈禧的尸身可是已经存放了1年之久，这期间不少老鼠纷纷前来偷吃贡品，甚至还有些老鼠因为香料的香味便爬进了棺椁里，这也就导致一些老鼠吃了劣质香料毒死在了里面。所以在路途之中，一些恶臭的味道也很有可能是老鼠腐烂之后的味道。但是这点很容易被推翻，因为慈禧的棺椁选用的是最好的金丝楠木，通过北京城最好的木工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耗费了10万两的白银才做好的。因为金丝楠木质地坚硬，密度大，适合长期保存物品，东西在里面放置很长时间也不会变形和腐烂，这就对慈禧尸体起到了保护作用。最后还要在慈禧太后的棺椁外面前后后涂了49层漆，而这种漆是特制的，
能够防止蚊虫、蛇蚁等动物的侵扰，所以有老鼠进入应该是不可能的。根据史料记载，慈禧的陵墓就是一个藏宝库，里面不仅有上万颗上品珍珠，还有价值连城的翡翠珠宝，一箱一箱的将整个墓室塞得满满的。慈禧生前用来把玩和佩戴的翡翠物件都能装满3000个箱子，而慈禧墓中的翡翠随葬品更是奢华之极。这颗翡翠西瓜据说是海外藩属进贡的宝贝，在生前慈禧对这件翡翠西瓜就格外喜欢，还专门命人修建了一间房子存放，死后更是带着一起陪葬。但是慈禧怎么都没想到，自己被葬入陵墓不久后，就遭遇了一批贪婪的强盗打劫。慈禧太后死后1年才发丧，出殡当天臭气熏天，真的是因为尸身存放了1年多才下葬吗？当溥仪进去慈禧地宫后，为何会被气得哇哇大哭？说到慈禧，她一生执掌政权40余年，使光绪皇帝完全成了他的政治傀儡，而慈禧给我们的印象也是那种奢靡至极的生活，不仅每天服用珍珠粉和人参燕窝，就连脸上涂抹的脂粉也是每天从玫瑰园新鲜采摘，再用名贵的中药和香料加工而成的。镜子更是象牙雕花镜。慈禧对于翡翠也有着非常狂热的喜爱，将不少生前所喜爱的翡翠都带入一起陪葬。孙殿英来到慈禧陵墓后，除了将墓中的陪葬品洗劫一空，还将慈禧身上的衣服给扒了。这场惊世骇俗的盗墓也让我们真正见识到了慈禧的陪葬有多么的奢华。据记载，众人打开棺椁后，只见慈禧头戴9龙戏珠的凤冠，面庞栩栩如生，仿佛睡着了一样。最让人惊奇的就是慈禧口中的夜明珠，据说这颗夜明珠并不是普通的夜明珠，而是2个半球体，当它们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颗夜明珠，当拆开后只是普通的石头。不过这个究竟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了。但是当溥仪来清理收拾这里的时候，这些物品在当时孙殿英盗墓的时候全都被掠走了，只有慈禧身上的衣服却被随意扔在了地上。他们不知道的是，那些衣服都是价值连城的龙袍。在慈禧身上一共穿了3层龙袍，最外面一层是黄江绸绣五彩5幅平金佛子女龙袍，龙袍上绣着9条龙，而龙头上面还有31个金丝佛字纹。专家推测，这是慈禧想要在死后位列仙班。第2层龙袍是平金绣团寿女家袍，上面一共绣了370个团寿纹。第3层上面则一共绣了200个福字。仅这3件衣服价值就无法估量。不过慈禧为自己的墓葬准备了那么多的珍宝，但是最后还不是落得个被盗空的下场。史料记载，慈禧快要离世之前曾得了一场严重的痢疾，也就是肠道出现了问题，这让她每日都拉肚子，导致人变得消瘦，半个月后便命归黄泉了。根据专家所说，人类尸体腐败是因为肠胃中食物滋生细菌，而慈禧的肠胃中早已空空，这也就是她肠道中的细菌减少，这才是她尸体不腐的主要原因。再加上金丝楠木棺材的密封性和地宫中的温度的原因，使孙殿英打开慈禧棺椁时，看见依旧如刚下葬时的样子一般。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观看，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中积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